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亚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8季第23集。现在正在播出电视节目人物。今晚的励志故事关于弗兰克·格里姆，这人所用的一切都是艰难得来的，好在不幸并没有击倒他。弗兰克4岁被父母遗弃，童年时期他是个送货男孩，为那些比他幸福的孩子们递送玩具。之后在他18岁生日那天，在发射井爆炸中受了重伤，而后年复一年，他都在利用每天的闲暇时间，通过函授学习自然科学。终于在上周，弗兰克获得了函授学校的核物理毕业证书。这励志故事深深打动了观看的秃头，他立刻让秘书将这个成就自我的男人找来，打算让他当自己的代执行会长。秘书效率很高，第2天就把人带来了，但秃头又迷上了一条英勇的狗，想让他来当代执行会长。对于秘书找来这个成就自我的男人，秃头只是摆摆手，表示随便给他安排个地方，然后让秘书赶紧去找那条狗。此时辛巴正在日常摸鱼，莱尼尔·卡尔过来找他，说来了个新员工，要他一起去打招呼。新入职弗兰克正仔细摆放他的上班用具，刚抬起头就看见3个人贴在窗户上看他。见他发现3人走了进来，互相介绍完毕后，莱尼尔·卡尔都和弗兰克礼貌地握了手。轮到辛巴却发生了一点小意外，之后将注意力全放在了弗兰克的铅笔上，羡慕上面印有弗兰克的名字。即使弗兰克告诉他任何办公室用品供应商都能够做到，辛巴还是想要弗兰克的铅笔。莱尼尔·卡尔正在看墙上证书，弗兰克笃定地表示他们应该都有的。莱尼印证他的想法，事实的确如此，他和卡尔都有。不过辛巴他不需要学位，只要每天工厂开门的时候出现就行了。不仅如此，辛巴还把无知当作有趣。弗兰克有些尴尬，做事看了一眼手表，借故说大家应该都还有工作，就对前的客人下达了逐客令。莱尼尔·卡尔很识趣地离开了，辛巴留下来神秘兮兮教他一些摸鱼的法子，但弗兰克根本不信用这些伎俩，他认为老板雇自己来不是睡大觉的。午餐时间到了，辛巴亲切和新同事打招呼，不过辛巴没有记住他的名字，弗兰克有些生气。不过更生气还是辛巴吃了自己的午餐被当场抓包后，辛巴快速咬了几口，只剩1点了才扔回袋子。弗兰克接过后直接扔进垃圾桶。回到办公室，弗兰克也没有省心，他铅笔不知怎么变得坑坑洼洼，正想去问辛巴是否知道怎么回事，却看他这样用铅笔掏耳朵，还将它们插到处都是。见此，弗兰克气得铅笔都给掰断了。好不容易能在工作中找到些许宁静，但辛巴又阴魂不散圈在他的身后。弗兰克明明白白地告诉辛巴，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圈在自己的办公室，但辛巴丝毫没有意识到给别人带来了困扰，还在自说自话待在这里不肯离开。此时辛巴的办公室发现了状况，任凭弗兰克怎么着急，辛巴都不为所动，哪怕是亲眼看到自己的控制板出了问题，他也只淡定拿着一桶水浇在了上面。看了辛巴的解决方法，弗兰克整个人都裂开了。弗兰克头一次看辛巴进食，觉得他好像一头猪。莱尼在旁边不认同，毕竟猪还是会咀嚼的，辛巴这种吃法应该是鸭子吧。弗兰克又继续聊起辛巴的蠢事，说他睡在一套辐射西装里，还是吊在衣架上的那种。莱尼已经见怪不怪了，他知道辛巴是喝醉了。接着弗兰克又问起辛巴的工作是什么，得知是安全检查员，弗兰克都震惊了，真的可以将自身安全托付给这种人吗？正说着，弗兰克看辛巴拿起硫酸正要喝，于是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打飞了硫酸瓶，他的腐蚀性瞬间溶解对面那道墙。面对弗兰克的斥责，辛巴不以为然，反而哈哈大笑，尽显自己的愚昧。这时秃头牵狗正好经过了这面墙，然后弗兰德就被叫去谈话了，他不仅被大骂一通，还降低了工资。出来后他主动找到了辛巴，将自己的心里话倾泻而出，我恨你，以后离我远一点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敌人了。得知自己有敌人，辛巴很不好受，他觉得自己本应该是春年中最受欢迎的人。老谋子安慰道，这本就是个怪异的世界，因为有些人不再在乎他了。他表示自己还列了个敌人名单，不过巴尼很快就发现这份名单是别人的。辛巴询问老谋子自己还能怎么办，老谋子建议可以邀请弗兰克去家里吃饭，把敌人变成朋友。回到家后，辛巴就带家里人开始张罗，务必保证晚餐是最完美的。将每个人的状态检查了一遍后，门铃响了，弗兰克带着一身疲惫走进了辛普森家。辛巴为他隆重介绍自己完美的家人，还重点说明他的突出特征，比如辛小妹的高智商、小新的工厂。至于小新的工厂是哪来的，就不得不开启我们的支线剧情了。辛巴带着小新给小新登记名字，接连说了好几个都被人用过了。小新等得无聊就先出去了，正巧听到另一个房间在举行拍卖会，此时无人竞拍，于是他推门而进，出价1美元，就像是害怕他反悔一样。主持人快速走完流程，就将钥匙递给他。工业路35号以后就小新的地盘了。看着自己面前高大的废弃工厂，小新觉得自己几年的辛劳没有白费。进入到工厂内部，小新很兴奋，虽然这里又脏又乱，但是这是属于他的，他可以随意搞破坏而无人打扰，纵情享乐却不用负任何责任。小新正坐在办公室里享受当企业家的滋味，突然看见眼镜仔从大门外经过，于是大声询问
问他是否想找工作，眼镜仔向来经不住小新的撺掇，没坚持到2句话就屁颠屁颠跑了过去。工厂里还剩这些东西给2孩子糟蹋，比如打字机和工业垃圾，混合一下就可以得到一罐魔鬼液体。作为唯一一个工人，收拾工厂任务就落到了眼镜仔的身上。他们一边工作一边玩闹，生活倒也过得十分滋润。除却一起玩的时间，眼镜仔都在一直很认真的工作。终于到点了，可以下班了。正当他穿上衣服准备回家的时候，小新叫住了他，表示工厂需要人守夜。为了给他解乏，小新还给了他买咖啡的硬币，喝着破烂机子里的咖啡，摇晃手里的打狗棍。眼镜仔觉得这个就是他的人生了，怎么说呢？至少比他老子干得好。第2天，小新吹口哨悠闲去上班，不料昨日的工厂已成废墟。眼镜仔正在一旁发呆，面对小新的质疑，他表示自己确实一直守着，而且还见证了整个过程。他一点点开始倾倒，最后全塌了。就这样，小新的老板经历就此结束。现在回归主线剧情，辛巴介绍完自己的家人后，弗兰克礼貌地回应了一下，就说自己还有份工作要迟到了。不料当他眼睛瞟到房间其他地方时，弗兰克忍不住惊呆了，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宫殿。他不能想象辛巴是怎么样负担起这个房子的。不过问辛巴也是白问，毕竟平时都是辛妈在管家。想到自己住在被2层保龄球场夹在中间单层时，弗兰克就有些难过。接着他又看到墙上辛巴的各种照片，有和福特总统合照的，有和乐队一起的，还有他在外太空时的留影。弗兰克难以置信，你还去过外太空？是啊，你从没去过吗？说着，辛巴又掏出了他的格莱美奖，这彻底刺激到了弗兰克。他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在努力工作，但从来没有得到什么来展示他，除了这个发型和公文包。可是辛巴呢？他所得到的一切都展示了他的懒惰和无知。梦想中的房子、2辆车、美丽的妻子、拥有工厂的儿子、体面的衣服和龙虾大餐，这些明明都不是辛巴应得的。弗兰克毫不客气指着辛巴，你就是美国问题最活生生的例子。你混日子，每件事都做得越少越好，然后过滤掉了我们这样正派又努力的人。如果你是住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家，恐怕早就已经饿死了吧。弗兰克再也不想待在这里，向辛巴道别之后就扬长而去。辛巴有些委屈看着家里人，但他们也只是顾左右而不语。一天，辛巴出门的时候，发现辛巴还停在车库门前没有离开，于是他就过去询问他怎么没有去上班。虽然辛巴回答是车子动不了了，但辛妈明白他是在害怕弗兰克。他告诉辛巴，你总是要去面对他的，还说他并不恨辛巴，只是觉得不太安全，因为辛巴活得太轻松，而他实在太艰难。辛巴还是没有自我反省，觉得这是弗兰克的问题，他是个怪人，是个疯子，而不是因为自己太懒了。见他又陷入了奇怪的自我逻辑中，辛巴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得委婉的劝诫辛巴在工作中更专业一点，或许弗兰克就不至于那样的疯狂了，那样也没有理由去怨恨辛巴了。辛巴终于答应了，表示自己会这样做的。到了工作岗位，辛巴严阵以待，坚持做到和模范员工一模一样的姿态，但其实只是换了个姿势吃甜甜圈。当着辛巴的面，弗兰克不置一词。然而在兰尼卡尔面前，他说出了自己的评价，辛巴是在可悲的装作自己很专业。卡尔不明白弗兰克为什么总跟辛巴作对，弗兰克有些难以置信，难道说整个工厂人都有病？他不甘心指着墙上统计图对他们说，自从辛巴来到安全顾问之后，事故次数每年双倍增长，反应炉核心熔毁则是3倍增加，但他既没有被开除，也没有被惩罚。兰尼觉得太大惊小怪了，毕竟每个人都会犯错。卡尔也在一旁附和说辛巴还好，让弗兰克不要再为难他了。弗兰克不能忍受他们这么说，表示如果自己能证明辛巴智商和6岁小孩一样，那么就算让他去死也愿意。不料这依然没有引起兰尼和卡尔的过多反应。就在弗兰克愤然离去之时，眼神飘到墙上张贴的宣传海报，突然心生一计，太阳上面有关于小孩子的内容挖空，只留下了设计你自己的发电厂。果不其然，辛巴上钩了，让兰尼帮忙请假之后，就开车匆匆回家了。到家后，辛巴马不停蹄开始研究，期间机器声、惨叫声不绝于耳。辛小妹有些担心，想要去看看爸爸。辛妈觉得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，因为辛爸说他在为比赛做模型，还表示真正的高科技玩意儿他们不懂。不久，比赛就拉开了序幕。首先出场选手是糊涂蛋，这粉色系小房子一下就抓住了秘书的心。不过这又是热浴盆又是影音房的。秃头表示自己要的是发电厂，不是青楼。下一个上场是马丁，他一脸骄傲地为秃头介绍自己的未来发电厂。看着如此宏大的设计，秃头就觉得太冰冷了，没有感情。但马丁不服气，他这个是真的能发电的。说着就现场演示了一下，这下秃头更是受到了惊吓，连忙让这小子离自己的财产远一点。最后一个上场就是辛巴了，看他来了，弗兰克忍不住站起来说，看啊，他在和一群小孩子比赛。前方的莱尼卡尔当即就不乐意了，说他这样会让大家错过比赛的。秃头看了辛巴的作品后，没有立即斥责他，而是让他先解释一下。于是辛巴就说出了他的创作来源，其实就是基本沿用现在的，然后加2翅膀来降低风的阻力，最后加上一点条纹来增加美观。待他说完以后，秃头当即给他颁发了1等奖。眼见大家并不在意辛巴参加儿童比赛，反而全都
都为他获得第1名而欢呼。弗兰克觉得整座工厂人都疯了，几声尖叫之后，他张牙舞爪地跑了出去，然后在工厂里到处耍宝，说自己也可以很懒惰，就像辛巴那样，也可以像笨蛋那样吃东西，还不用工作，因为总有人会帮自己。向秃头表示要回到宫殿去吃龙虾大餐后，弗兰克来到了绝对高压电面前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用手握住那些电线，无论他有没有变成辛巴，最终他都死在自己的疯狂之下。牧师正在弗兰克的墓前做最后的祷告。睡梦中，辛巴觉得一切太无聊，马上老婆换台。这一句逗笑在场的各位，莱尼大声喊道：“这就是我们的侯默！”伴随着笑声，弗兰克慢慢沉入了地下。兢兢业业得不到重用，一事无成反而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。弗兰克遭遇不禁令人心痛，逼死他的何尝又只是辛巴的愚昧，更有纵容辛巴的主流价值观。追求与自身背道而驰的势力的认同，本身就意味着让自己走向毁灭。不仅动漫如此，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也数不胜数。也许拼搏努力却不如关系户平步青云，费尽心力得到只是一场空。可能这就是错的不是我，是这个世界吧。努力可能并不意味着终有回报，如果周围的环境太过浑浊无力改变，也许独善其身才是立于世的最好的姿态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